当我设立界限，看到他们很受伤的样子时，我就会退缩回来。这句话你熟悉吗？你是不是总感觉自己在人际关系中活得如履薄冰？那种感觉就像你赤着脚走在一片望不见尽头的薄冰上，你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你专注地聆听着冰面下那些细微的啰吱作响的声音，整颗心都悬在喉咙口，生怕一不小心冰面碎裂，你就掉进那刺骨的冰水里。这片薄冰就是他人的情绪，而你就是那个耗尽所有心力，只为维持冰面完整的可怜人。你好，我是爱妃。如果刚刚那句话让你心头一紧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你并不孤单。在成为一名疗愈师之前，我也曾是那个在关系中踮着脚尖走路的人。而今天，我想与你分享，我是如何从那片薄冰上走回坚实大地的。我们很多人，尤其是善良的女性，都有一种深层的恐惧，那就是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坏人。所以我们学会了讨好，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学会了把自己的需求藏在微笑的背后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如果你在一个房间里看到有个人踮着脚尖蹑手蹑脚的移动，你下意识会怎么想？你真的会觉得他好体贴、好善良吗？不，你不会。你的潜意识会立刻拉响警报，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疑、不真诚，甚至有点心怀不轨。你会想，他到底想干嘛？他为什么不能正常的走路？现在残酷的真相来了，当你在关系中扮演那个如履薄冰的角色时，你散发出去的就是这种能量。你以为的小心翼翼，在对方的能量场里被解读为不值得信赖；你以为的体贴，被解读为这个人是可以被操控的。你散发出的那种紧张、恐惧、随时准备道歉的能量，像一块磁铁，吸引来的恰恰就是那些会让你感到紧张和恐惧的人与事。因为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之一就是，外在世界永远是你内在能量的一面镜子，它不会给你你想要的，它只会给你你是的。你可能会反驳，不，爱妃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操控，我只是想避免冲突，我只是想让大家都开心。亲爱的，让我们在这里对自己诚实一次。当你试图去管理和控制另一个成年人的情绪反应时，也就是说，你做某件事或不做某件事是为了让他开心或避免他不开心，这背后的底层代码究竟是什么？这就是操控，它是一种隐性的被动的操控。你试图透过你的行为去遥控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这就像你试图用双手去捧住一汪水，你感觉到冰凉的液体从你的指缝间无情地流走，你的第一反应是把手掌收得更紧，但你越是用力，越是并拢手指，那股压力反而把水挤压得更快，直到最后你精疲力尽地张开双手，只剩下满手的湿气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你不但没有留住水，还耗尽了自己。这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。你害怕成为那个主动有力量的坏人，所以你不自觉地成了一个被动无力的操控者。这个道理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，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或许你能在他的身上看到你自己的影子。
我的一位个案，我们叫他阿方索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整个人都陷在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里。他非常讨厌自己现在的工作，觉得那份工作正在扼杀他的灵魂，但他不敢辞职。他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艺术家，梦想是透过自己的作品为生，但他害怕，如果他真的去追求艺术，会被家人朋友看不起，会被认为是不切实际。我问他，你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我害怕如果我在社群媒体上发布我的作品，我现在的老板会看到，他会不喜欢，然后解雇我。我们深入地聊下去，才发现这只是表层的恐惧，真正捆绑住他的是一个听起来更伟大、更神圣的理由。他用非常沉重的语气告诉我，艾菲，但这不只是关于我自己，我更害怕的是无法支撑我自己，还有我的母亲。我是我妈妈的主要照顾者，我不能失去这份收入。你听，这是一个多么完美、多么充满爱的借口啊！我是为了我的家人，我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。荧幕前的你，是不是也对自己或对别人说过类似的话？这句话像一道神圣的护身符，让我们心安理得地继续留在原地，继续过着那种虽然不满意，但至少安全的生活。听起来是不是很伟大、很无私？但如果这份责任的背后藏着一个我们谁都不愿承认的真相呢？在我们深入挖掘阿方索的故事时，我问了他一系列问题，而现在我也想邀请你和我一起诚实地问问自己，你是不是那个总是在朋友们发生争执时第一个跳出来打圆场的人？你是不是那个明明自己已经累到不行，却还是无法对家人的额外要求说不的人？你是不是发现那些最棘手、最麻烦、最没人想碰的任务，最后总是会莫名其妙地落到你的头上？你有没有在夜深人静时问过自己，为什么永远是你？是因为你最善良吗？最能干吗？最孝顺吗？现在请你深呼吸，因为我要告诉你的可能会很刺痛，但它也将是你自由的开始。真相是，你之所以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责任，不是因为你最善良，而是因为在整个系统里，你是那个最好操控的人，你是那条阻力最小的路。我想起了我的父亲，在家里，他永远是那个最好说话的人。每当祖母需要什么，家里有什么难事，其他的兄弟姐妹总会说，让你爸去吧，他有空，或者你去跟你爸说，他心软。不是因为我父亲最闲，也不是因为他最有能力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在所有人当中，他是最不懂得如何拒绝的那一个。拒绝对他来说太难了，而这份难让他成了那个默默承担一切的人。你听，这和阿方索的处境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所以我对阿方索说出了那句最震撼的话，阿方索，那个你一直拼命逃避、不想成为的东西，那个自私的、不顾他人感受的坏人，其实你早就在做了，只是你用了一种非常无力、非常被动的方式在做。
当你用讨好去换取安宁，你就在操控；当你用牺牲感去捆绑家人的内疚，你就在操控。你一直在做那个坏人做的事，却没有享受到那个坏人所拥有的任何一点力量和自由，这才是最深的悲剧。那么出路在哪里？出路在于身份的转变，你必须从一个讨好者、受害者转变为一个创造者。我对阿方索说，你的身份不是服务员，不是妈妈的孝顺儿子，你的真实身份是一位艺术家。他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迷茫。他说，可是我没有任何证书，我没有接受过专业教学认证，我凭什么称自己是艺术家？我指了指他手机里的 Instagram， 我说，从今天起，这就是你的学校，这就是你的画廊，你发布的每一张作品就是你的学位证书。你听懂这个比喻了吗？我们太多人被困在那些纸上了，墙上那张挂着的来自父母期望的律师证书，那张代表着过去荣耀的大学文凭，它们是静态的，是属于过去的。那是一张挂在墙上会慢慢积灰的纸，它代表别人对你的定义。而你每一次的创造与分享，无论是一段文字、一张照片、一首歌、一个影片，它都是活的。它是一个正在呼吸、不断扩建的线上博物馆，它向世界展示着你此刻的生命力和你正在成为的那个自己。前者是墓碑，后者是心跳。你选择哪一个？你的价值不用任何一张纸来证明，你的价值在你每一次按下发布按钮的勇气里，在你每一次把内在的世界向外展现的行动里。我知道你会说，可是爱妃，我害怕，我懒惰，我没有毅力。让我跟你分享我的故事。当我刚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，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，我是一个很懒的人，我害怕镜头，我写不出稿子，我总是拖延。但是我对自己做了一个承诺，无论如何每天更新。刚开始的影片品质很差，没人看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，但是我没有停，我持续的行动，持续的扮演一个高产的创作者。渐渐的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我不再需要用意志力去逼自己工作，创作变成了一种本能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不再是那个懒惰的人了。透过持续不断的行动，我为自己锻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。行动是改变身份认同的唯一路径。你不需要等到自己感觉准备好了才开始，你永远不会有那一天。你只需要开始行动，你的身份认同会在行动的轨迹上被重新塑造。你内心那个被压抑的坏人，那个敢于说不，敢于表达真实想法，敢于把自己的作品和热爱放在第一位的自己，其实握有你怎样的独特力量？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，在留言区分享一下吧。所以，亲爱的，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地方。你的工作从来就不是去管理你老板的感受，你伴侣的感受，你父母的感受。那些情绪是他们的功课，不是你的。你的工作只有一个，成为你自己，然后去发布你的想法，去发布你的作品，去发布你真实的声音。停止在脑子里彩排10000次，停止等待那个完美的时机，就现在去发布。那天，阿方索向我承诺，他当天晚上就会发布他的第1张作品。那么你呢？你今天可以为你的新身份采取的第一个微小的行动是什么？
如果你在今天的分享中感觉到了一丝被触动的力量，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深度对话。你知道的，像这样深入探讨意识转化的内容，有时候很脆弱，也很容易消失。所以点击订阅，就是为我们这趟旅程投下最信任的一票。我们下次见。